过年啦！本期我们将深度体验桂北农村年味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喵的老家灌阳。我们会准备一头养了1年的土猪，做一顿丰盛的柴火年猪饭。地道的灌阳做法，大锅乱炖。 亲朋好友欢聚在祖宅里，主打一个吃喝尽兴。既然回到村里，那肯定要尝尝桂北特色的打油茶。油茶伴侣糍粑的美味，我们不仅要吃，还要亲自制作。再亲手写好春联和福字贴上。 我们的桂北年味才算完美，那我们一起来准备这顿团圆饭吧。好了，现在这个糯米就放在这里给它泡，要泡1天呢。那我先带大家去逛逛我们村子吧。 这里就是阿喵的老家灌阳，也是喵妈从小长大的地方。陈家村，村子不大，只有50-60户人家，但现在包括我妈妈在内的大多数后辈都已经到城里发展。一般只有过年的时候，妈妈的兄弟姐妹才会回村团聚。这里有8块钱是吧？这个就是这里是50斤，那里是30斤。泡了1天之后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泡的米呢，要 把它滤水，蒸好了之后打粑粑。这个木榛子像个大澡桶一样，可以蒸110斤。我刚跟他说他的。这个步骤是要蒸2个多小时到3个小时。应该往里面加水，要加满。 倒是没经过菜啊，也有这个锅盖，找锅盖，找锅盖了。我要支棱起来。外面的锅里面嘛，没漏的啊。那你也太小看他了，我没有那么这点常识，我没注意，没有。我谈他就娘是知道我没有干过农活，他说。 就是捣这个这个糯米，千万不要弄到这个旁边的槽里面。哦，你这就没告诉哈？你看那个黄的啊，就像狗的毛。是一个药材，有没有人见过？这是用来止血的。这样子看就很像是狗尾巴，黄金狗。我觉得回到农村就到处都是宝。这个是黄金狗。 整株的样子，感觉有点像海带上面的这个叶子有波浪纹。它是寄生植物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寄生植物黄金狗药材。我好喜欢回农村啊，这农村好多东西好有趣。这个像那个棉絮一样，是黄色的水牛花，是不是？天然染色剂。等会我们的糯米饭出来，不是糯米饭，是我们的那个糍粑出来，它就是黄色的了。 让它染色，好好，我觉得农村到处都是宝，啊，这放几个筷子是个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他们家的，底下是我们家的。哦，就等于做一个简单的区分是吧？对对。老戴，你个身边的没还没，我这个我也没要捡，都我说过呗。现在开始蒸糯米。 真的，我觉得李子柒太了不起了。他是真的把这农活都干到极致，然后还把它们拍出来，还有个乡城里的那个，还比较美的拍出来，我觉得太佩服他了。我可以进去，我进去，进去。脱了鞋。闻着很香，这个就是差不多熟了。阿喵不是闻的哈，是大家看有这个蒸汽，
这样子冒这个蒸汽了，它就说明熟了。没有熟的时候，这个气是冒不出来的。准备好了吗？糯米熟了。要不然它会粘在一起，粘在布上面。你看这个就有点粘了。要给它放7天，那它干燥之后还要做个什么事？就是这样，家里面有水缸的，把它放进来泡着，一定要用水泡。它的储存其实会比较麻烦，就是你，因为我们是烤着吃、煎着吃、包糖煎、包糖烤都可以，但是一定要放水里面，不然的话它就会开裂，就会裂开。但是这个水呢，就经常要换。一个口感香浓的桂北小年货啊，真的是冬天限定的，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尝到。现在就是到我们家的老屋了，就是这里会有一个天井，一进门就是一个天井，天井正对着的就是堂屋。这个房子我听说就是他们从一个地主手里面收回来的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在这个老屋里面来吃团圆饭嘛，所以说现在呢，就是我堂大舅娘，还有我的满舅舅他们在这里，洗碗，就是把这些碗筷都清理一下。它这个地灰就是碱性的，这个洗不去，你看用一点灰，它都没了。真是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，居然用地灰来洗碗？这整个房子。它布局呢就很板正，然后左3间，右3间，这个后堂还有2间。这整个房子150多个平方，是我太太生了3个兄弟，加上3兄弟各自的生的小孩，一共是18、19口人的住在这里面。然后我们先看这个西厢房，进来以后它其实是相当于3个小屋子，每个屋子呢其实不大。可能20平米左右，现在已经都打通了。这边是伙房，这边是他们的住房，大概也是20平左右。然后到这个房间就是属于3房满舅舅家的住房，然后就是堂屋，感觉会大一点。就这个堂屋其实很有特点，因为这个堂屋你就感觉很有年代感，它保留了之前的木结构。但我们以前的这个房子它是瓦房。而且这个房子呢，
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挺有讲究的。这个房梁还有雕刻，有花纹。我小的时候特别讨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这么高的一个门槛，我小的时候经常被绊倒，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小时候的回忆。你们小的时候在这里住还有什么回忆吗？哦，记忆多了。我们在这个里面，这个外公在这里打那个混鸡、簸箕、米筛，我们这里拿来玩，在这躺，和隔壁村的小孩子一样大的年纪的打石头战，好多嘞，好玩得很。就有点羡慕他们当时长大的时候这么多兄弟姊妹，我们这独生子女的这一代真的长大的时候好孤单啊！有没有人跟阿喵一样一个人长大的？我觉得真的有兄弟姊妹太好了，大家可以一起在一个屋檐下长大。看完阿喵的老屋，再带大家看看我们这边桂北的伙房文化。像这样在正屋的旁边都会有这样一个小的单独的房子，它是厨房和餐厅一体的，我们叫伙房。这就是伙房的全貌。我们桂北的伙房呢，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哈。你看，像这边呢属于它的碗碟区，然后洗菜区，切菜也可以哈。就这边呢，可能就是一些也是备菜的区域。最有意思的是它中间这个地方，旁边有这种很多矮矮的凳子，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坐的。然后我们就会围坐在这个火灶这边，直接在上面烹饪，然后直接吃饭。这个火灶平时下面是烧柴火的，然后啊，这个柴火烟直接上去，这是熏腊肉的。这个就是自己家养了1年多的土猪肉做出来的，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老火腊肉，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好。除了熏腊肉，还有一个场景，每天都在灌阳的伙房里上演，喝油茶啦！这个7字形的，这个就是打茶锅的一个工具，我们叫茶锅抓。这个打抓子抓东西还有讲究，就是要这样来滴的。这跟我们拍粉扑一样，少量多次。打茶这个器具很有特点，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小锅，它前面有个嘴嘴，嘴嘴是用来倒那个茶方便的啊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打茶的这个是茶锅把。茶里面是放了茶叶和绿豆，对，还有姜啊，绿豆、姜都要抓的，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茶锅抓把姜和绿豆都把它敲融，这样你的这个汁儿才有很浓的姜味儿，才好吃。你看这个茶锅抓是可以这样放的。好，来给大家看，我们这边做的油呢，就是有那个猪油，然后昨天是杀了土鸡，所以现在是土鸡的鸡油。啊，倒一点进去，倒一点进去。好，差不多了啊，对。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油茶是怎么打的。我们这个米粉是灌阳特有的油茶米粉，这个米粉每次还不能放太多，一点点啊。然后还要放什么？来，我小表弟来放。放米花。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放葱花。然后有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个酸辣椒，这是我们桂北呢，反正每家每户的这个坛子里面，酸坛子都会有这个酸辣椒的。来放进来。这是真口子。就这一次大家听阿喵的吃播会很吵，对，这就是真实我们桂北伙房里面发生的故事哈。这个叫瓯子。是不是比一般的碗它要小一点？这个瓯子是我们特有用来喝茶呀、喝酒啊、喝油茶呀，都是用这个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一次不能吃太多，因为我们呢有好几杯，3杯茶，4杯酒，茶3酒4，至少要喝3杯。然后它这个3杯是没有包括最开始这杯糖茶的，就是那个正常的咸茶嘛。第1杯我们叫什么？1杯苦，2杯夹，3杯4杯是好茶嘛。所以说这种美食呢，就真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我们桂北人民当时的一个生活状态，就是自己我们这边产茶嘛，就用这个茶叶，那种茶叶呢它不是很好的茶叶，所以说它会比较苦，所以我们呢就用自己的智慧把这个茶叶做得很好吃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个体力活。一般呢，为什么要放这个青菜啊？第1杯就是为了挡住这个嘴嘴，不让茶叶漏出来。茶叶熟了就叫阿苗打茶给你们吃。我们灌阳的女孩子出嫁的前一天，当天就在到了男方家里面。哦，到男方家的时候，晚上就要打茶给大家喝。哦，就要代表我很贤惠是吗？哦，如果是不会打茶的话，那就直接退回去。这是假的。
我想借着我的镜头向我们桂北的女性致敬。这个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如果觉得阿喵打油菜还可以的话，请给一个青菜。我们的米粉，这个超级好吃的酸辣椒，还有这个是米花。这个有粉的就是灌阳油茶的特点，因为如果大家来广西吃别的地方的油茶，可能没有这个粉丝的。因为我们第一杯是糖茶嘛，所以第二杯茶其实你的这个汤是比较清甜的。没有汤了吧？油茶伴侣来了。这个是我们早餐的最好的食物。之前阿喵也拍过工程油茶，里面不是也会配很多的这种糕点啊，像什么船上糕啊，各种糕点。我们挂油茶呢就比较质朴，我们就是用这个，这一个简简单单的糍粑，而且都是自家打的。这个糍粑呢有2种吃法，一个就是这种很朴实的直接吃，还有一种就是像我小表弟这样，有些地方是可以放那个黄糖。对，而且不能搞那个勺子，自己用手抓。用手抓显得比较原始、比较质朴朴素，代表农民伯伯的这种行为，是吧？放到火矢旁边再烤一下，小牌子不会骗人的哈。告诉观众朋友，这个糍粑味道怎么样？很好，粘牙吗？不粘。就是非常软糯的，我们自己家打的糍粑，特别好吃。推不推荐给我们屏幕前的朋友吃？推荐。欢迎大家来吃，糯米粑粑。很黏的，也是代表一种凝聚力。比如说，一个男孩子或者一个女孩子到女方家去，比如说谈恋爱或者是被亲人认可，如果对方已经认可之后，他就会打这个糍粑给你吃。看来我还不能乱送糯米粑粑了。对，拧到一块了。哦，知道了。我就没看见了，我就没看见了。接着看一个，这个搞点味道。整个村里面，就大家互相都是认识的，然后兄弟姐妹。就是会到各家的伙房里面去串门，然后看到如果没吃就坐下来吃。我们这边是不是过年还有一个风俗特别好玩？大年初一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这种半大孩子，大家会成群结队，谢谢。我们大家会成群结队，到不认识的人里面去串门，就整个村兜一个塑料袋，就到人家家里面，新年好，然后大家就会往那个，就是他们家不会有那种糖果盒子嘛，就往里面就给你塞，可好了，是不是？每家每户都准备好。还有红包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爽？我们墨童是生活在城里的孩子，但是他真的每年都会回来，回村里面玩。盼望着过年。我当时读书出去了，我也好久没有这个待遇，但是我现在这么大了，好像可以的，可以的。还有吗？对，大了也可以去，他就去到家里去坐一坐，坐着聊聊天，给别人红包，就跟刚给红包，给别人红包，给别人红包。赶猪了，来得及吧？等我一下。哇！哇！直接给他赶过来就行了，一根绳子就拴着这个后脚，这毛支棱的，说明它很健康。走到自己该去的路上，然后这个小猪猪要到我们老家的塘沽的天井那里。我过来。这个猪现在升天了嘛，投胎变成另外一个更高级的生物。现在马上要看到的就是愉快的写春联时刻。写春联的主理人是谁？哎，这是我大表妹，就我表妹素素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没有。你爸说你写的超好。你不用准备。啊，我就问问我们屏幕前的朋友，就是你们有多久没有自己写过春联了？
下吧。就是要把这两个切了。这是兔子的，而且旧了。干嘛要这么长啊妈？最重要的是门口这两张。太辛苦了。你们好，请进，谢谢。哇，小朋友，哎，等一下，蛮好的。宾客来了，我们就可以打炮仗了。开吃！加了这个。好脆啊！然后我说实话啊，我知道它生长之后，我觉得有一点腥。其实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个猪肝，你看我们这边这个猪肝都是切的非常厚一片。我们因为拍片放的有点久了，没有那么脆，一定要放这个排山，排山巨好吃。在我们南方都要下锅的。它就可能忘记化了。有新鲜的粉肠。在这里面煮了蛮久嘛，就之前我吃粉肠可能会咬不断，但这个粉肠就是刚刚好，哇，特别好吃，新鲜。然后我觉得最绝的就是这一坨一开始煮的肥肉，就让这个锅特别的香，猪油香大家都知道吧，就是这个。杀猪饭的猪肉是脆的，好好吃，肥肉也是脆的。你看这种排扇，我们就是要这种软软的，就着辣椒酱吃。好喝。然后如果干吃的话，阿喵会觉得有点太糙了，但是直接煮软了吃就很好吃。灌阳的红薯粉，泡发状态的。啊，煮好了，晶莹剔透了。晶莹剔透的红薯粉。我敢打包票，这个跟你们在外面吃过的那种，重庆酸辣粉的那个红薯粉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，它像比较有韧劲的果冻。大舅他也是个摄影师，大舅是拍的很好的。我觉得跟我妈这样吃饭，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啊？这么岁月静好。这种大餐没吃过，没有机会啊，都没吃过，哪有呢？你从小我们从小不是住在机关院里面吗？住机关院里面，我又不烧柴，我烧煤油、烧煤气，哪有烧柴火的机会啊？所以妈，你看我现在拍这个视频多有意义，我把这房子都拍下来了，它会永远活在我们的视频里面。好。这个就是桂柏，我们桂柏的一个特色。这次回乡，我深刻地感受到，年猪饭不仅是一顿丰盛的宴席，更是一种传承，一种对土地的眷恋，对亲情的珍视。它让我们在盲目的生活中停下脚步，回归最朴实的温暖。无论走得多远，祖宅的灯火永远为我们亮着，亲人的笑容永远为我们守候。这一刻，我发现，年味不仅是食物的香气，更是家的味道，是血脉相连的深情，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割舍的根。过年了，欢迎你回家。